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千呼万唤，联力的 A4 水终于要卖了，下定到现在也还没有出货，所以我这次会先连同 Geek N5 一起聊一聊。但装机影片就不好意思，请大家再等一下。那进行中的是电竞主机无风扇的企划，那大概久一点之后会跟各位报告。有玩 ITS 都知道，背对背的 A4 架构其实已经太多的选择了。那做工部分，Geek 它才刚从亚克力机壳渐渐的出一些金属的机壳。那跟老牌的联力比的话，在价格差快2倍的情况下，把两个一起来讨论，主要会跟各位说明一下结构上的细节差异。A4 架构的成熟，让这两款11升的机壳都可以塞入3槽的显示卡与240水冷。那买定制线，我觉得是必然的。国外你有看到一些开箱的量产版本的影片，就已经知道，电源线材过长的话，理线对这个机壳来说算是一种特技表演。两者的大小接近，那 N5 比 H2O 稍微小了一点。那 A4 H2O 继承 DNF 系列，可以说是水冷版本的联力 A4。那它有一个 USB 跟一个 Type C， 处理器的线高是55mm， 基本上你是要买水冷的。那空能的选择其实只有 L9i 或者是 S47利明这一款，压个12600，我觉得已经算是差不多了。建议以上还是要买水冷比较好。显卡长322mm，厚61mm，基本上顶规的显卡一定装得下。那关于面板的风切声，我后续会再追踪。那大家如果忘记的话，可以再听一下。前面板它有个开口，那这一点跟苏狗16是一样的。近年来大家都可以意识到显卡越来越大，326mm 的壳可以塞322mm 的卡，其设计空间的紧绷可见一斑。风扇的顶部就是 AIO 的水冷位，有55mm 的厚度，可以到30mm 的冷排跟25mm 的标准扇。传统硬碟只剩下2.5寸的一个。那因为现在 ITS 主机板其实越来越多双 N2 的设计，在 M.2 跟 SATA 硬碟的速度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，2.5寸硬碟在 ITS 中的地位应该只会越来越小。再讲一下 Geek N5 的部分，它具备中央面板移动的功能，这一点跟 Mitsubishi 相同。显卡的厚度可以到65mm，此时 CPU 的厚度只剩下50mm，比 A4 H2O 还要少。那因为它的高度少了2公分，所以它的水冷厚度只有43mm，代表你只能用15mm 的薄扇，再用27mm 的冷排。那薄风扇的效果打折，而且需要再另外购买。不过因为气能50mm 高，选择不多，性能更差，所以除非你是只打游戏，不会对 CPU 进行烧机重载，不然气冷的方案我还是建议你买2槽的显卡，然后切换槽位，让 CPU 的线高有65mm，这样的选择会多很多。那之后我到货之后会尽快安排装机跟分享，还有散热测试给大家。那关于这2个机壳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先下次见喽，拜拜。